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狗里。我们今天继续双峰交易策略的开发。我会首先介绍一下如何使用量化去识别我们的双底和双顶的价格形态，然后围绕着这两个形态去做相应的这个下单的处理。最后我们再回测一下，看一下这种经典的价格形态在目前的交易市场交易环境还能不能有这个盈利的效果。好，那我们接着上节的代码继续进行编写。上节课我们是获取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价格的值，也就是它的峰值。那么有了相应的峰值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M 头和 W 底的一个判断。那我们把这两个对应的方法先写一下。这是我们判断双顶，也就是 M 头的一个方法。接下来我们把判断 W 底的也写一下。这是我们寻找双底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我们详细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啊。我们声明了一个 find double top 的一个函数，它有一个布尔类型的一个返回值。这个函数作用就是用来寻找我们的双顶形态。然后在这一行的话，我们定义了一个last order bar 的一个静态变量啊。我们这里最前面使用这个 static 来修饰的，代表是一个静态变量。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记录上一个这个价格形态的一个 K 线的 index， 然后接下来这5行代码就是用来获取我们这个价格 value， 这是我们上节课内容讲的，我们使用这个方法，然后获取到所有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些峰值。然后上节课我们这里写的应该是。这里写的是一个4，但是其实它应该是一个5啊，因为我们将会使用更加严格的一种方式去进行定义啊，所以需要5个峰值啊，需要5个峰值。然后还是回到这里啊，其实代码比较简单啊，大部分的逻辑都是针对于峰值的进行一个判断，然后这个价格1不等于 last order bar 的。这行代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不要去重复处理相同的这个 K 线形态啊，然后其余的我们还是在盘面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啊，我还是把这个代码先给它放在旁边啊，这样便于大家理解一下啊。然后这是针对于我们 double top 的一个获取，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形态啊。那么当行情我们假设行情走到这根形态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价格的值，也就是代表的是我们的这里的话就是0，然后这个位置这个峰值的话就代表的是我们的1，然后这里是我们的2，然后3，然后4，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的代码。首先的条件，我们看这块就是这个价格1要大于我们的这个价格2啊，这里满足。然后这个价格2要小于我们的这个价格3，也就是这个2要小于我们的3。然后这个价格0，也就是行情走到当前的这根 K， 最新的这一根 K， 它的值要处于1和2之间。代码层面来说，就是这个价格0小于这个价格1，这个价格0大于我们的这个价格2啊，这就处于它们之间了。因为如果0的话，你已经走下来的话，已经突破了2的话，那么这个形态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然后我们还要判断一点的就是这个价格4啊，也就是我们这里的 EX 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4要小于我们的0、1、2、3啊。也就是它是处于一个从
低位上来的一个峰值。最后这一个判断的话，它就是判断一下我们这两个峰值之间的一个差距啊。等一下，我把这里重新画一下，这两个峰值之间的一个价差的一个判断。其实你可以使用固定的这种点数来进行判断啊，但是如果我们运行在不同的交易品种上，或者即便是你运行在同一个交易品种上，但是处于不同的时期，它们之间的这个振幅啊，这个相差的点数也是不太容易固定的啊，所以最好还是我们使用这个 ATR 的 distance 这种系数来进行动态的一个进行判断。对，这就是我们针对于双顶形态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双底形态的话，其实逻辑也都是类似的啊。代码层面来说，大部分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一块稍微有一些不同。我们还是画图给大家演示一下吧。然后针对于我们的双底形态，我们是这样判断的啊。首先是你的 zigzag1 要小于 zigzag2。然后 zigzag 2呢要大于我们的 zigzag 3，然后 zigzag 0要处于1和2之间。最后的话，我们的 zigzag 4啊，它要处于0、1、2、3、4啊这些所有的峰值的最上方啊，才代表形成了一个 W 底啊。对了，还要判断一下，还是根据 ATR 判断一下这两个峰值之间的价差是否处于一个近似的一个水平位。如果它们之间相差的这个峰值之间相差的点数过多的话，比如说这两个位置，它们之间相差的峰值过多的话，那么你就不能把它定义为一个双底的一个价格形态。这就是我们寻找 W 和 M 的一个过程。好，我们把代码进行编译一下，应该不会有什么错吧？没有错。好，我们继续寻找到相应的峰值之后，我们就可以针对于具体的峰值进行一个判断。因为我们这里是增加了一个这个zigzag 4啊，所以这里需要进行也给大家更新一下吧。好，这就是我们针对于多单的一个操作。我们首先还是判断一下用户是否启用了这个 MA filter。如果启用的话，就判断一下我们的这个 zigzag 0，它是不是处于高级别趋势的下方。因为我们这里是先写的做空嘛，就需要判断一下它是否处于下方。如果处于的话，并且也满足我们这个double top 啊，也就是 M 头的一个形态的话，我们就进行这里面的一个下单的逻辑。然后我们这里面是下的一个突破单啊，然后它的进场的价格就是我们相对应的这个紫色的线，也就是我们的颈线的位置，也就是我们012这个2的值。然后相对应的止损的话，我们就是判断一下这个1和3哪一个是处于一个最远的距离，我们使用最远的这个峰值作为我们这笔空单的一个止损价位。然后止盈的话就比较简单啊，就是使用固定的一个盈亏比。然后这里我们针对于止损价和止盈价进行一个normalize double 进行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这里是下的突破单嘛，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过期时间。这个过期时间我们就是根据
这里的这个 zigzag 的深度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判断，然后是计算一下，根据我们的止损进场和止损价位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计算啊。这个方法的话，待会儿我们再把它写一下。然后的话就是我们这里下突破单的一个逻辑啊，手术是多少，然后进场价是多少，当前交易品种、止损价位、止盈价位，然后过期时间，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注释啊。这就是我们针对于空单的一个处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空单也写一下，这就是我们多单的一个逻辑，然后跟我们上面这里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啊。首先还是判断一下我们是否启用了均线过滤，然后如果启用的话，判断一下当前的这个zigzag 0是不是处于我们这个高级别均线趋势的一个上方。如果处于的话，我们这里就是一个true，然后并且也找到了这个 double bottom 的话，我们就进行一个多单的一个下单。然后针对于多单的话，它的进场价位还是使用我们这里的颈线位置的一个价位，也就是我们的zigzag 2的一个位置。然后它的止损的话，就是使用这里的 max min 来判断一下这个zigzag 1，也就是这两个峰值哪一个是处于距离当前价位最远的那个价位。针对于这里的话，很明显就是使用这个 zigzag 3作为我们的止损价位。止盈的话就是固定的盈亏比，然后其余的都是非常类似的一个逻辑啊，只不过这里要把这个 sell stop 改成这个 buy stop 啊，相对应的这个多单的一个突破单。然后我们再把这里的计算手术的方法给大家补充一下。针对于计算仓位的部分，如果大家经常看我的视频的话，应该不难理解啊。首先就是计算一下我们的进场价位和止损价位之间的一个价差，也就是我们的止损距离是多少，然后再获取相对应的我们交易的这个品种的点值是多少。最后的话，使用我们的计算公式啊，风控除以我们的止损再除以点值，就可以得到我们最终的一个lots， 然后再判断一下，根据这个volume step 来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处理。最后我们把这个具体的手术返回出去啊，这样的话就返回到这里的话，就得到我们的这个 lot size 啊。基本上来说代码就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把它编译一下，看一下应该是少一个 trade 啊，我们需要声明一个，需要把 trade 的库引入一下。好，引入之后我们再编译一下，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0 errors 0 warnings。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在盘面上，具体的去跑一下，看一下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效果。我们还是把它作用在这个棒日上，然后从12年一直回测到这个24年，然后我们使用的参数的话，就使用这个默认的参数就可以了。我们主要是看一下效果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示例啊，它是形成了一个我们量化定义的一个 W 底，然后均线的话也处于我们当前价位的一个下方，那么就满足我们整体的一个做单逻辑。满足的话，我们就会在颈线的位置进行一个挂单啊，这里是已经挂进去了。然后我们看一下相对应的效果，然后它会在1倍的盈亏比的位置进行一个出场啊，
对，这就是多单的一个逻辑。我们再看一下，找一个空单的。我们看一下这里啊，这里是满足我们的一个 M 头的一个定义，然后我们的均线价格也处于这里是高级别的，这是 H4 的啊，价格也处于这个 H4 均线的一个下方啊，满足我们整体一个空单的逻辑。然后进场价位是在我们的颈线位置，我们挂了一个 Sell Stop， 这还没有成交啊，这是一个 Sell Stop， 然后我们运行下。这个价位是突破了我们的颈线，这笔空单就已经挂进去了啊。我们止损价位在这是0123，在这个3的峰值这个位置，然后止盈的话就是1倍的盈亏比啊。我们看一下这里啊，止损的话是80大点，然后止盈的话也是80大点，没毛病啊。我们运行一下。很可惜啊，这笔订单它是最终达到我们的止损啊，止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出场，然后后续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直接把它运行完，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好，12年的行情已经跑完了，这个曲线还是挺漂亮的啊。然后盈利因子的话 2.04。采收率的话 6.86 还可以，然后就是交易笔数有点少啊，86笔啊，因为首先这种形态的定义稍显严格的话，它不太容易被找到，并且我们这还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均线过滤啊，它会过滤掉很多的交易行情。然后我们的 MDD 的话很小啊，就是个 0.42， 因为我们这里使用的这个止损金额比较少啊。其实你如果是觉得这里盈利少的话，你就相对应的增加你每一笔的止损金额即可啊。相对应的你的单笔仓位进行加大的话，这样的话看这个最大净值的话就没有那么夸张了。刚才是 0.5， 现在是 17% 的话，就属于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 MTD 吧。然后好像也没什么好测的了。那么接下来我再把这个均线过滤给大家去掉的话，看一下它最终的一个效果啊。去掉的话，肯定它的这个交易笔数会进行增加的啊。去掉之后的表现也还可以哈，虽然没有刚才那么曲线那么平滑，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很差啊。采收率 4.38， 盈利因子 1.47 也还行啊。交易笔数从刚才的86笔嘛，80多笔来到了170多笔，然后 MTD 的话是 24.6%， 但是相对的净值的这个亏损有点大啊。不过这个在图表上来看的话看不出来啊。好，这就是这个策略啊，也就是这个传统的 W 底和 M 顶的一个回测。那么其他品种我就不再去测了啊。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把这个代码写一下啊。这个代码已经写完了，你们可以对照着视频去把它写一下，再运行在其他的交易品种上进行一下回测，看一看究竟效果怎么样。并且你还可以加上相对应的这个跟踪止损啊、评价保护啊，或者是再把我们这里的这个仓位计算啊进行一个更细力度的一个修改。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